在普京前往德黑兰之前，美国总统拜登本周先行访问中东。在美方近年来视中东为烂泥潭，并且拜登上任后与沙特关系紧张的背景下，此访令美国舆论哗然。是什么原因驱动拜登吃回头草？在拜登行前，中东国家为何通过法国带话给他泼一大盆冷水？更吊诡的是，美国曾在中东打过好几场战争，可以说是一呼百应，但现在居然沦落到要靠第三方带话，令人唏嘘。拜登本周3到周6展开就任以来的首次中东行程，算上路程，时间4天访问3国，堪称闪电访问。其中首站选择地区传统盟友以色列，他将参观当地的导弹防御设施，以此象征美方对以方的保护承诺。其后将访问约旦河西岸，最后前往沙特寻求破冰。拜登是美国政界对卡舒吉案态度最强硬的人之一，上任后又高调宣扬所谓人权和价值观。他这次将在沙特如何给自己打圆场，受到外界高度关注。第一个呢，就是安抚他的美国和阿拉伯国家盟友之间的关系。那么同时呢，也希望海湾阿拉伯国家能够在能源等问题上来顾及美国及其欧洲盟友的市场需求，也配合美国和欧洲盟友在对于俄罗斯的制裁方面能够予以一定的支持。第二方面呢，之前美国和以色列呢，因为在伊核问题上产生了一些的这个关系上的嫌隙，那么现在美国更希望能够和以色列加强这样的一种防务合作，那么也希望能够以以色列为一个重点抓手，来构建所谓的中东的防空的这样的一种联盟。阿拉伯半岛电视台文章指出，过去70年间，美国在中东投资建立了广泛的联盟网络，并在这个对全世界至关重要的地区建立了富有影响力的军事和政治存在。但拜登对中东极为冷漠，他上台后的第一项涉及中东的重大决定，就是结束美国对由沙特领导的打击也门胡塞武装联军的军事支持。拜登亲手瓦解了前任们构建的中东联盟，现在又展现出美国重返的姿态，但恐怕华盛顿再也无法推动中东盟友在重大问题上支持美国。美国政治评论员斯图尔特·瓦尼认为，拜登选择在一个糟糕的时间点访问中东。Remember, next month is the one-year anniversary of the debacle in Afghanistan. We're still living with that. We're still living with the idea that America is not a reliable ally. And that's what Joe Biden takes into that meeting in the Mideast. We're not a reliable ally. 对于有舆论说拜登是去中东找油，瓦尼就直言，拜登要不到想要的东西。And he's going to ask for more oil from the Saudis. He's not likely to get it because they don't have much to spare. And if he did get more oil out of the Saudis, they've got to have that approved by OPEC+. And OPEC+ includes Russia. You think they're going to increase production when they would all get less revenue?I don't think the president's going to get much oil out of this trip, but he will get a great deal of embarrassment because he's begging the Saudis for it. 瓦尼引述马克龙和拜登的悄悄话，来自上月底7国集团峰会间所拍摄的这段视频。You predicted it for a while. Excuse me. Sorry to interrupt you. 马克龙当时告诉拜登一个坏消息，阿联酋领导人在通话中告诉法方，阿联酋石油产能已达极限，沙特也仅能每天增产15万桶，这与美方6月时从欧佩克得到的在7月和8月每天增产64.8万桶的承诺严重缩水，起不到为油价降温的效果。英国金融时报指出，拜登访问中东的动力来自欧佩克增产，但现在欧佩克的承诺落空，拜登却不得不出发。拜登在出发前给自己打气，他在《华盛顿邮报》撰文阐述首次以总统身份访问中东的目的，但几乎没有提及美国将给中东国家带来什么利益。他大篇幅都在说自己的中东政策如何比特朗普的好，又说自己重视美国价值观和利益等，还强调要在与中国的竞争中胜出。世界报业辛迪加网站就指出，拜登一上台就搞砸了中东关系，现在他不得不百般找理由来给自己屈尊出访中东找补，其中包括对华全面竞争。但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直言，拜登企图用宏大的说辞来掩盖这样一个事实，如果不是油价高烧危及连任，美国总统可能根本不会前往中东地区。美国从中东撤离已经是一个既定的事实，而且很难再回归到原来的既有的这样的一种模式，因此我们很难期待说拜登通过
单一的一次访问就可以彻底的让地区国家来改变对于美国撤离中东的这样的一种看法。法国《世界报》周二刊文指出，近年来美国加速从中东抽身，重心转向印太，但美国视中东为烂泥潭，也让中东国家逐渐掌握了在没有美国监护下解决问题的方式。中东国家厌倦了美国想来就来、想走就走的态度。现在整个中东都在怀疑美国的领导能力。最明显的例子是，没有一个中东国家支持美国对俄罗斯的制裁，甚至包括美国在这一地区的最强盟友以色列。拜登此访寻求整合包括以色列在内的该地区所有合作伙伴，因为中东还存在许多威胁。伊朗仍在努力发展其核能力和弹道导弹能力。以色列国防部长本尼甘茨曾表示，他将在美国总统拜登抵达以色列后，向他提出组建一支联合部队的建议，旨在寻求与该地区的合作伙伴共同发展，以对抗伊朗。观察指出，这与美国在其他地区的做法极其相似，就是自己选择从泥潭里脱身，然后通过拉小圈子把盟友推上前线。而打造中东版北约的关键是能否撮合以色列和阿拉伯国家之间的军事合作关系。今年3月，美方召集以色列和阿拉伯国家的高级官员开会，协商打击伊朗导弹和无人机的问题。这是以色列军方首次与阿拉伯国家高级官员的此类会晤。在拜登这次出访前，还有美国媒体报道称，美方或当面宣布撤销针对沙特阿拉伯的进攻性武器出口禁令，也被认为是撮合中东版北约方面的努力之一。但半岛电视台不看好中东版北约，认为各国严重缺乏共识。以美国的新并伊朗问题为例，大多数海湾国家都认为对话才是正确方式，但美国却无视地区国家的反对，单方面撕毁了伊核协议。几乎所有美国的盟国都把伊核问题升级归咎于美国。也就是特朗普政府时期，当时就曾经希望在中东构建一个中东版北约的雏形中东战略联盟，但是最终的结果呢并没有成功。原因是因为中东国家发现美国在这样的一个构想中夹杂私货，并且要求中东国家选边站队。实际上拜登并没有想真正的为地区国家的安全福祉来进行一个努力，而实际上只是以地区国家的安全关切为抓手，对中东实施离岸平衡，而更多的是可能造成地区安全架构的这样的一种进一步的破坏和地区形势的这样的一种动荡。值得注意的是，拜登在这次出访前特意安排了一场秀肌肉来镇场子。周二，五角大楼宣布在叙利亚阿勒颇省的金达里斯镇外展开一次无人机斩首行动。美军击毙极端组织伊斯兰国的头5号首领之一的马赫尔·阿加尔。美国中央司令部形容阿加尔是伊斯兰国总部与世界各地分支部门的关键联络人。拜登随即发表声明称，这次无人机击杀行动发出了一个强有力的信号。那么这个信号是什么？观察指出，那就是美国始终坚持大棒在手。相关话题来连线特约评论员孙兴杰。孙先生您好，美国总统拜登周3开启任内首次中东行，您有什么样的观察？拜登上任以来已经多次外访，中东呢其实是比较靠后的位置了，这与前任总统特朗普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特朗普任内首次出访就是中东地区，从出访的次序我们也可以看到，拜登的外交优先地区是欧洲，然后是亚太，最后才是中东。拜登是要回到欧洲，有序地从中东撤出，强化印太战略。但是问题就在于，美国从中东的回撤并不是容易的事情。从奥巴马开始，3任美国总统都在做，但是呢，效果似乎并不如愿。拜登这次中东之行并不是外交攻势，而是无奈地回到中东去。为什么会这样呢？最直接的原因就是现在的油价高企，美国的通胀居高不下，要把油价降下来，需要中东产油国，尤其是沙特的支持和配合。在现实的国家利益面前，拜登也要低下头，到中东去找石油。俄乌冲突爆发之后，国际油价是一飞冲天，美国多次释放战略储备，但是杯水车薪，并没有将油价打下来。拜登也曾给沙特、阿联酋的领导人打电话，但是被拒接了。中东产油国对于增产的事情呢，并不热心，并不是这些国家不想多赚钱，而是油价飞涨的主要原因是地缘政治危机，供求的基本面没有发生根本的变化，加上世界经济前景并不明朗，中东产油国对增产是比较犹豫的，
换句话说呢，油价的短期冲高与能源消费结构变化，使得产油国没有动力配合美国的要求。拜登上任之后，中东的盟国对拜登并不满意，以色列和沙特两大中东盟国对拜登的政策呢意见也是颇多，尤其是伊核协议的问题。拜登访问中东不能绕开的一个话题就是伊朗。特朗普退出了伊核协议，拜登要回到伊核协议，但并不意味着美国和伊朗关系就正常化了。在我看来，拜登的目标其实是要回到1979年之后的中东秩序，美国联合中东盟国建立一个遏制伊朗的同盟体系。21世纪以来，美国在中东频频用兵，尤其是伊拉克战争打破了中东地区的权力格局，反而让美国出力不讨好。美国并非要是从中东地区撤出，而是在美国主导之下，让以色列和阿拉伯国家一起来平衡伊朗。拜登在沙特要与阿联酋、巴林等国举行峰会，目标就是将以色列与阿拉伯国家和解的成果变成美国主导的中东战略的工具，